我月薪8000。话音刚落，美女就打断我，嫌弃的转身走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我存款结息300万。本人遭遇相亲，遇到月薪8000下头男，谁懂啊？真的浪费时间。我本来没当回事儿，谁知道他回去之后，在本地相亲群里造谣我是捞男。3个月后，他来我的公司面试，而面试官是我。你就是王阿姨介绍的陆燕。不知道你口味，随便点的，喝不惯再换。不用了，就这个吧。对了，你平时做什么工作的？搞石头的，跑矿区啥的。矿区？具体什么岗啊？行政还是销售？算技术岗，主要看料子。看料子，加工厂质检员啊？那你月薪多少啊？8000。8000？不过年底。行了，不用说了，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你好，结账。先生您好，2杯冰美式，一共188。家人们谁懂啊？今天相亲遇到个极品捞男。怎么了，婉晴？王阿姨介绍的那个不行啊？何止不行，月薪8000，穿得灰扑扑的，跟刚从工地爬出来似的。8000，这么低？现在杭州随便找个前台都不止这点吧？可不是嘛，2杯咖啡158，最后还是我付的钱。坐那儿半天憋不出3句话，纯纯来蹭咖啡的。我的天，现在这种男的也敢出来相亲？就是啊，没钱就别浪费别人时间行不行？我一下午档期多宝贵。有没有照片啊？发出来让我们避避雷。就一个侧影，穿个灰 T 恤，看着就穷酸。算了，懒得拍，晦气。回来了，相亲怎么样？凉了，人姑娘好看吗？又凉了？不是吧，陆燕，你这都第几个了？人姑娘见你就跑，问我月薪多少？我说8000，转身就走了，话都没让我说完。你活该。谁让你非要说8000月薪？你又不是真挣这点钱。刚 A 市公盘那3批料全赌涨了，木纳那批开出了高冰，初步估下来3000多万，就等你签字确认了。放那儿吧，待会儿看。别待会儿啊，你自己看。人家都把你挂本地相亲群了，说你是捞男，蹭女方咖啡喝，2杯咖啡都要白嫖女方，这不就是纯的捞男吗？成年人时间宝贵，没钱别浪费彼此时间。嘿，明明是我结的账，怎么我还成捞男了？他这纯造谣，金额都没说对，是188。哎，燕哥，这一下你是真的火了，这也有人信？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还声情并茂的，我看了也想问你，是不是蹭人家咖啡了？群里都300多条消息了，全是骂你的。然后呢？然后，这你能忍？要不我把你支付记录甩群里去，再把公司法人信息拍一张，保证他当场社死，以后都不敢在杭州相亲圈混。没必要。怎么没必要啊？人都骑你头上拉屎了。不相干的人解释了也是浪费时间。多大点事儿，还不至于跟人置气。对了，后江那批料解出来的色料，先留2块好的，我有用。知道了，给你留着。不是我说，你这脾气也太好了，换我忍不了。要不我在行业群里揭发他，让他同事都知道。你熬不无聊，工作是工作，私事是私事，别混为一谈。喂，陆岩，你是不是又跟人姑娘说你月薪8000？我还没来得及说别的，他就走了。你气死我了你！我跟你说多少遍了，相亲的时候要说你是开公司。我给自己开的工资就是8000，没撒谎。你跟我抬杠是吧？我告诉你，下周6下午2点，还是那家晚餐咖啡店，我给你约了个姑娘，你李阿姨介绍的她侄女，在大公司做市场，条件好得很。我不去了，相来相去没意思。你敢不去？你今年都多大了，还不着急？我跟你说，这次你再敢乱说，我就把你从族谱上划掉。还有，出门像个人样，别随便糊弄，丢不丢人？知道了，知道了。别跟我敷衍，这次再黄了，你就别认我这个妈。哈哈，族谱都搬出来了，阿姨是真急了。下周6还去那家店，你都快成年度 VIP 了。少说2句，把料的明细标清楚，我下午去仓库看货，明白？
不过说真的，下次你真换身行头，人姑娘第一眼看的就是外表，穿的舒服就行。你好，陆燕，我是梦之夏，我姑是李阿姨。坐，喝什么自己点，记我账上。不用这么客气，我姑跟我说了半天，说你以前是一中的学霸，我还以为会是个书呆子呢。都是以前的事儿了，毕业快10年了。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啊？也是跟我姑说的那样搞技术的？玉石相关的技术岗。这么巧，我就在锦和玉业上班，市场部的，上个月刚入职。你听过我们公司吧？衡州做玉石的龙头企业。好巧，是我的公司，听过，挺有名的。是吧？我们公司待遇可好了，江总人也特别好，年轻又能干。上次团建还亲自给我们烤串，一点老板架子都没有。对了，你说你也做玉石技术岗，不会也在锦和吧？在。真的假的？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我不常待办公室，大多在仓库或者跑矿区。哦，质检标准是吧？合着你就是婉晴说那个月薪8000的男的？你跟林婉晴认识？她是我闺蜜。我说呢，穿件洗得发旧的衬衫，坐着半天闷不吭声，原来就是你啊！我怎么了？怎么了？月薪8000也好意思出来相亲，耽误我1下午时间，真够晦气的。我姑还把你吹成学霸潜力股，合着就是个公司底层看料子的，浪费我化妆的功夫。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是不是挺没劲？我的天，可别提了！你看他坐那儿跟没事人似的，坐得稳稳的，倒挺能撑场面。我早跟你说了，这种男的最会装老实。上次相亲连2杯咖啡都想让我买单，真会算计。也就你还答应去见，怎么样？他是不是有点小气？没让你付钱吧？他付的，2杯都他付的。付了又怎样？8000块工资，2杯咖啡还付不起啊？我跟你说，这种男的没前途。回头我给你介绍更好的。我哪知道是他呀？我姑还说他人靠谱，8000块工资靠谱个屁！我看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守着那点死工资，喝杯咖啡都得算着花，还敢出来耽误别人时间。得，又白下一杯咖啡。等一下，你积分攒够了，能换一杯免费美式，上次忘了给你。谢了。还有个事儿，上次你跟位长头发的女士来，账是你结的，我当时就在吧台亲眼看见的。要是她在外边乱说话，你需要人作证的话，我可以帮你。你听见了？她那天在门口打电话，声音不小，说什么捞男蹭咖啡，明明是你付的钱，平白被人这么说，挺亏的。小事无所谓，嘴长在别人身上，爱说什么说什么。你心倒是大。慢走，下次再来。怎么样？怎么样？第2次相亲成功没？阿姨给你选的这个总靠谱了吧？又黄了？不是吧？你又说月薪8000了？没说，他自己就是锦和的，以为我是质检岗的。哈哈哈哈！质检岗？合着你在自己公司被新员工当成底层质检员了？陆总，你这也太失败了。少贫，后江那批色料的雕刻方案，下班前给我定稿。知道了，知道了。不过我听楼下行政说，你最近天天下楼去那家咖啡馆，怎么相亲的没看上，看上人家服务员了？你管得挺宽。我这不是关心你终身大事吗？不过说真的，我上次去买咖啡，那小姑娘待人挺舒服，比上来就查户口的相亲女强多了。干活去。加油啊，陆总，争取下次带回来的不是相亲黄了的消息。给你们带的老家青柚村捎来的山核桃，闲着没事剥着吃。这是晒干的鸡枞菌，炖鸡炖肉都能放。总拿你东西，这多不好。不值钱，山上采的，村里人自己晒的，多的是。你们店里人多，分着吃了。刚烤的，尝尝。味道不错，比外边蛋糕店的好吃。我自己瞎烤的。你天天来喝咖啡，你们公司不忙啊？忙完就过来坐会儿。公司离得近，走路10分钟。哦，在附近写字楼啊？对面那栋。快打烊了，还不走？咖啡喝多了，晚上该睡不着了。马上走，最后看份报价。对了，上次的鸡总局你们吃了吗？吃了，昨天炖了鸡汤，鲜的不行，店里小姑娘都问链接呢。没链接，村里人自己采的。
爱吃下次回去再给你们带点儿，还有新鲜的笋干也好吃。不用了，够吃了。你老家清修村是不是离玉石矿区挺近的？山后边就是老矿区，以前村里好多人去挖玉，现在管得严了，大多都改种茶采菌子了。这样也挺好，安稳。这么久以来，他从来没试探过我工资到底多少，家里什么条件，就只是聊咖啡、聊山货、聊天气，跟之前那些相亲的姑娘完全不一样。走了，明天见。明天见。以前在家的时候，爷爷总说，好玉跟好人一样，皮壳看着普通，内里才见真章。别擦了，别擦了，有大瓜！你猜谁投了咱们雕刻部的资深岗？谁？林婉晴，就是第一次相亲骂你捞男那个。技法挺熟，巧色也用的还行，我也觉得难得，是吧？我也觉得难得，这不冤家路窄吗？要不要安排你亲自面？到时候他一抬头看见是你，那表情绝对精彩，想想都爽。不用，拒了啊？拒了？为啥？咱们雕刻部缺人缺好久了，这条件算顶流了。雕刻先修心性造谣，凭着8000月薪就把人钉死在底层，心浮气躁，满脑子高低贵贱，雕出来的东西只有形没有魂。这不至于吧？私事跟工作分开算啊？不是私事，做我们这行，沉不住气就容易栽。今天他能凭月薪判人，明天就能凭客户穿着判料子，早晚出问题。按正常流程回绝，别提我，就说岗位匹配度不够。行吧，你是老板，你说了算。可惜了这手好功夫，白瞎。赶紧试试，4800，纯羊毛的。杭州国际玉石峰会下周开，主办方都打8个电话了，点名要你上台做主旨分享。你去不就行了？公司对外不一直是你露面，这次不行。业内多少人盯着玉眼呢？都好奇锦和背后掌舵的长什么样。你天天穿的跟去矿区似的，上台往那儿一站，人家以为咱们公司快发不出工资了。有那么夸张？就有，300多号人，媒体全在，你就当给公司撑门面，讲完咱们就走，不耽误你回山里看料子。听说今天预演要上台，真的假的？主办方说的还能有假？这回总算能见着活的了。据说30出头，赌师从没走眼过，锦和就是他一手做起来的。婉晴，你说咱们今天能相见江总吗？要是能搭上话，说不定还能问问简历的事儿。你条件这么好，肯定能过。但愿吧。我投了快1天了，还没消息，真着急呢。接下来有请锦和玉业创始人陆燕先生为我们带来毛料鉴别与行业风控的主题分享。是他，那个月薪8000的。这么年轻，我以为得40、50岁呢。你懂什么？人家10几岁就跟着老玉上跑矿区，摸了快20年料子了。先看皮壳，不看故事；后将色料，先看走向。这是真跑过矿区的。赌长靠判断，风控靠停手。主办方准备了3块匿名毛料，我现场说个判断，待会儿解释验证，也算给大家做个参考。陆总年纪轻轻，讲起理论下头头是道，就是不知道真刀真当赌石是不是也这么厉害啊？自我介绍一下，盛丰玉业沈红。盛丰的沈总，他怎么来了？这俩是老对头了吧？锦和这几年压得盛丰喘口气，沈红早就不服了，这是来砸场子的。今天有热闹看了。盛丰玉业不是咱们行业第2吗？跟锦和斗了好几年那个。对啊，他不会是故意来找陆总麻烦的吧？沈总有何高见？高见谈不上，就是听你讲了半天理论，觉得有点虚。玉眼这名号喊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想领教领教，是真有本事，还是靠营销吹出来的？想怎么比，划出道来。痛快，3局2胜，同场选料，解实比价值。我拿15%的股份当赌注，你出10%就行，毕竟你们家盘子大，算我占你点便宜。沈红，峰会是交流场合，你别胡来。江副总急什么？可以，3局，就按你说的来。陆燕，没事。他
居然答应了10%股份啊！要是输了，陆总什么人啊？赌石从没输过，沈红这是上门找打脸。第一局各选一块，比种水。就这块了，皮紧沙细，脱沙感明显，里边种水差不了。这块确实表现好，我刚才就看好这块。就他，这么快，灯都不打，那块皮壳松垮垮的，看着就不行啊！他会不会太拖大了？陆总，赌石可不是耍帅的地方，选垮了可没人让你重来，切了就知道了。不错啊，陆总大涨了，沈总眼光可以啊，这波稳了。陆总，该你了。我去，高冰进玻璃种了吧？我的天，这水头比沈总那块高了2个档次啊！就摸了2秒就选出来了，这眼力也太邪乎了。第一局算你运气好。这块色根扎得深，至少能出3个满绿牌子，稳涨。这块是这批里表现最好的，没什么悬念。就这块。啥？那块带芯啊，吃色，10有89里边全是脏的，选这块不是送吗？陆总这是赢了1局就飘了。陆总，你要是故意让我，大可不必。选夹绿神仙难断，这块料垮的概率9成9，切完再说。先开沈红的，绿确实有，可只进了半公分厚，底下全是白肉，还藏着几道细裂。别说3个牌子，一个饱满挂件都勉强。这色没进去啊，可惜了。那我接着开陆燕那块。满绿，真的是满绿，是下面藏色，这都能看出来，神了，真他娘神了！这就是预演吗？后生可畏，这眼力比我年轻时候还准。还有第3局，敢不敢玩把大的？全赌1刀定输赢。这局你要是赢了，我的10%让你；你要是输了，按照之前的赌约履行即可，省得被说我欺负人。好，我倒要看看你预演的名头到底有几分真本事。料子到了，我选这块。陆总，现在认输还来得及，股份的事儿我可以当没发生过，就当你给我盛丰赔个不是。沈红这是明抢啊，标王料谁不知道表现最好？小的那块裂都快贯穿了，神仙来了都救不活，这局悬了。就他了。你疯了！这块裂都吃进心子里了，连边角料都出不来。陆燕，你要是怕输，直接说，没必要拿块废石自欺欺门。先切他的。看见了吗？浓种满色带。沈总眼光就是准，标王料果然没差不了。这第1道就涨了，眼看这局陆总悬了，看那块小的连裂都没绕过。怎么，陆总现在还嘴硬吗？我劝你趁早认输，免得待会儿切khoảng了，你预演的名声彻底砸在这儿。切完再说。死鸭子嘴硬，继续切，沿着中线往下切，让他死个明白。这怎么回事？色只浮了一层皮，里面全垮了。800万的标王就开出个表皮率，这是血亏啊！慌什么？就算我这块出界少，也比他那块废石强。他那块连裂都躲不开，切出来全是碎渣。别得意，我那块原料效果就算不理想，也比你选的强。有本事切你的，我倒要看看你能开出什么花来。第1刀就没肉，不会全是石头吧？垮了，真垮了！哈哈哈哈！我当是什么宝贝，原来就是块破石头。陆燕，这就是你选的料，就这水平也配叫预演？我看是吹出来的虚名吧。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原来全靠营销造势。今天全行业的前辈都在这儿，你还有什么话说？赶紧认输，以后管我叫大哥。各位都看见了吧？
他就是个招摇撞骗的货色，连最基本的猎吃不吃肉都看不出来，也敢在峰会上装模作样。师傅，剩下的我自己来。怎么，自己切就能切出花来？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翻盘。要是切不出玉，你今天就得给我当众道歉，承认你玉眼浪得穷名。四色翡翠，福禄寿喜四色群菊，这是传世级的料子啊！我的天，七彩荧光！3局，我赢了。股份就算了，以后出来混不要这么狂。完了，我上次当面骂他底层智联员，我明天辞职还来得及吗？陆总，现在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没什么好说的，翡翠玩的不是运气，是心性。心浮气躁的人，再好的料子能握在手里，也守不住。可以啊，陆燕。沈红这次估计气得睡不着觉，你太牛了！少贫，还有事儿，先走了。我得赶紧把朋友圈删干净。你们知道吗？之前被婉晴挂的那个月薪8000的男的，是锦和玉业的老板。我去，真的假的？那公司不是估值好几个亿吗？人家给自己开8000月薪呗，年底分红几千万，低调懂不懂？合着之前婉晴说人家是捞男，蹭他咖啡都是假的呀！笑死，人家一杯咖啡算什么？一块料子都够他挣10年。各位，之前是我没了解清楚，跟大家道个歉，以后别传了。现在知道道歉了？你还会道歉吗？没钱就活该被骂是吧？早干嘛去了？狗眼看人低。进。陆总，我是市场部的孟之夏，我是来道歉的。上次相亲的时候我说话太过分了，还有婉晴，她也知道错了，朋友圈删了，群里也道歉了。对不起，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不用道歉，相亲本来就是双向选择，看不上很正常。背后造谣是他不对，但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不用再提。您真的不怪我们？工作是工作，私事是私事。你上周做的那个推广方案我看了，切入点不错，继续往下做。好，谢谢陆总，我一定好好干。出去吧，后续有问题直接发我邮箱。好的，陆总。还好陆总公私分明，没跟我计较，不然人到中年要失业了。小燕回来了。张叔，这阵子菌子出的还行。太好了，按你教的法子分类烘干，分品级打包。上周电商那边拉走200斤，说全卖空了，还追了300斤的订单。以前这东西烂3里都没人捡，现在1斤顶过去3斤的价，大伙都念你的好。能挣钱就行。合作社的药材收的顺不顺？顺。你上次教大伙人的野3期黄芩，这周收了不老少，都按你说的规格分拣好了。村东头老李他家小子以前天天游手好闲，现在跟着上山采菌挖药，一个月挣的比去县城打工还多。他娘天天在家说你是活菩萨。别这么说，都是大家自己肯干。陆总来了，快坐，我给你倒碗水。不用忙，我看看货。这个别混进去，放久了有点霉点儿，吃了闹肚子。还有这种带红点的有毒，下次采的时候留神，别看着像就往筐里装。哎，记着了。看到这叶子没？一节一节往上长，底下串着黄白色根茎，这是黄茎。挖的时候别直接硬劈锄头，从离根根半尺的土边斜着刨，顺着根系慢慢松土，完整的才能卖上好价。要是铲断快耕，收购价直接往下压30%。这种外形看着像，但根茎细素发苦，不能收。混进成品里，整批货都得返工，白白浪费晾晒功夫。剪菌只用刀割根，千万别整株拔，底下菌丝留着，明年这片还能长。菌盖泛红、菌丝发黑的不要碰，全是毒菌，分不清就扔，别拿身子赌。竹篓要透气，塑料袋5页就烂，不值钱了。看菌发，颜色不对。
差不多了，今天就学到这儿。云层厚，午后大概率落大雨。你们顺着原路结伴下山，竹篓收好，别在半山腰逗留。陆哥，你不跟我们一块儿回？我往深山岩壁那片走一趟，上次发现的矿脉得往深处探探，找点原石样本记录一下。我走得快，等雨落下来之前肯定折返。山里深处路陡，还没信号，你一个人太危险。我走了10几年山路，熟得很，放心。下山跟王支书说一声，合作社的货今晚按大小分好级，明天我回来核对订单。就是这里了，能出好货。坏了，滑坡前兆！完蛋，手机报废，这下彻底断了和山下人联系的机会了。整片小腿都肿起来了，好在骨头没有磕碰损伤，这肉一碰就疼。好在骨头没有磕碰损伤，应该只是软组织挫伤，短时间勉强能撑着挪动，长时间走路根本行不通，得先在这里休息等雨停了。搞什么？从昨天下午到现在20多个小时了，电话一直打不通，山里信号再差也不能断这么久啊！偏偏赶上这暴雨天。江总，楼下有位苏瑜小姐找陆总，说跟陆总约好了。苏瑜，让他上来。江总，陆燕不在吗？他说今天回公司，我烤了点新口味的曲奇。他回青州村了，进山找矿脉，从昨天下午就联系不上。山里下暴雨，我怕遇上滑坡，正托人找当地搜救队呢，可那片都是野山，熟路的向导不好找。失联多久了？快22个小时了。我有朋友做户外救援的，在云岐山有常驻队伍，都是老向导，路熟。我联系一下，让他们立刻进山。真的？那可太及时了，多少钱都没问题，只要人平安。先救人，不说钱。队伍已经集结了，半个小时后在山脚下汇合，连夜搜。我也过去。你也去？山里刚下完雨，路全是泥，滑得很，太危险了。你在山下等消息就行。我跟着放心，曲奇先放这儿，等他回来再吃。直接去山脚下跟队伍汇合。姑娘，你在山下等吧，我们找到人立刻给你报信儿。这路我们走都费力，你细皮嫩肉的扛不住。没事，我能走。他常去的大概是哪片区域？前边老矿洞那一片，多雨肯定往山洞钻，就是滑坡埋了半条路，得绕山脊走，多费2钟头。走，别耽误时间。快看，前面有洞口，里边有人吗？在。你们来的比我想的快。你怎么来了？伤哪儿了？能不能动？没事，被石头蹭了下，骨头没断。山里这么险，你跟着瞎跑什么？这姑娘可倔了，摔2跤都没吭一声，非要跟着往里闯，比我们队里小伙子都能扛。大哥别瞎说。没伤到骨头，皮外伤，养2周就能好。我的祖宗，你可吓死我了！还好没事，不然我怎么跟阿姨交代？多大点事儿，就是蹭破点皮，还嘴硬。这次真多亏你了，苏瑜，要不是你找的救援队，还得困多久都不知道。你那朋友太靠谱了，回头我得好好请人家吃顿饭。举手之劳，朋友互相帮忙而已。快吃吧，补充点维生素。深处的无人区，连夜集结的专业救援队，熟门熟路的老向导，哪是普通朋友说调动就能调动的？你天天过来，店里老板没意见？老板人好，说我有事就先忙。再说了，你这伤也算因我而起，要不是我说送曲奇，你就不用着急进山，想要提前赶回来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本来就要进山。我真的挺怕的，以前总觉得你这人特别稳，什么事儿都难不倒你。
那天就突然想，要是真找不到怎么办？苏雨，跟我在一起吧。谁要跟你在一起？不愿意？没说不愿意，你赶紧躺好，汤快凉了，我去给你盛。妈，跟你说个事儿，我谈恋爱了。谈恋爱了？哪家姑娘？做什么工作的？家里条件怎么样？就在那家相亲的咖啡厅当服务员，1个月5200。服务员5200的工资，你是不是糊涂了？人家性子挺好，人通透，相处着舒服。舒服能当饭吃？你每年分红上千万，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一个咖啡馆打工的？眼界都跟不上你，以后过日子处处都要闹矛盾咋办？我绝对不同意。我找对象看的是人，不是家底工作。我认定他了，谁劝都没用。姐妹，听说你家那侄女在央企任职，父母都是高管，长得还好看啊！你看什么时间有空来我家坐坐啊？快进来坐。李阿姨特意安排你过来，无非是想让我跟你相处试试，没必要绕弯子了。跟你直说了，我不接受。小妍，你说话别这么冲，大家认识一下，交个朋友而已。普通朋友我不排斥，但相亲谈恋爱不可能，我心里已经有人了。除了他，别人我不会考虑。您不用再费心思安排这些。姑娘，你不要理他，臭疙瘩一块儿，先坐下喝杯茶。好的，阿姨。阿姨，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不行，我要亲自去看看那个叫苏瑜的姑娘到底是什么模样。您确认一下订单。看着倒是干净顺眼，可这工作阿姨，您是不是胃不舒服？先扶坐好，别动。您胃寒就少碰凉咖啡，平时随身带点养胃的小点心，别空腹出门。阿姨，您这只手镯戴很多年了吧？贴积了不少汗渍，平时拿温水软布轻轻擦拭就行，别用紧急剂，会腐蚀玉质。还有洗手的时候尽量摘下来，避免磕碰出暗裂。下周周末有空吗？跟小妍一起回家吃顿饭。好，阿姨，到时候我早点过去给您搭把手。难得你休息，带你参观下公司库房，随便看。这批刚从工盘拉回来，还没分拣，有喜欢的送给你。那边几块开窗飘绿的料子，布雕刻做素平安牌最衬水头。小姑娘这话说到点子上，我跟料子打20年交道，好多设计师都分不清种水适配题材。咖啡厅上班，怎么懂这么深的玉石门道？家里长辈收藏一堆原石摆件，我小时候天天蹲旁边看，看多了就记下来。纯消眼，算不上懂行。这块你看看，说说判断。皮革带细蛋，指腹表层，没往玉肉里渗，能出2枚正装戒片。说的一点不差，陆总，你身边这位眼光比不少入行10年的雕刻师都准。苏瑜还真是同道中人。小妍带女朋友回来啦，快坐，刚烘好的山核桃拿2把尝尝。现在快递盒子太薄，菌子脆，一路颠簸全碎，买家收到全是碎渣，差评肯定多。我们也愁，印刷厂只做普通纸箱，加内衬，成本又往上抬，合作社利润本来就薄。分层隔断，底层垫透气棉，侧边开小孔散潮气，纸箱不用加厚，只加廉价瓦帐隔板，成本多不了2-3分。这法子好，我明天就联系镇上印刷厂改版型。姑娘心细，比我们想的周全多。城里来的姑娘不嫌咱们山村尘土一满纷飞，难得。来村里一点不拘束，换别人早嫌简陋糟乱了。山里空气舒服，村民待人实在，比城里清静。你们做玉石生意，手里握着高价料子，也从没见你看人分3、6、9等。我看中的从来不是外表身份，是相处来踏实舒心。不管是咖啡店还是这深山村子，你待着都自在，这点很难得。你就不怕我身上藏着别的事儿？每个人都有不愿轻易说的过往，你愿意讲的时候，我自然听。
不愿说，我也不追着盘问，反正这辈子我认定你了。提前半个月就备齐了所有聘礼，希望苏玉能够喜欢。这套头面光是裸石就价值不菲了，江景大平腾房产证直接放礼盒，还有你亲手开料雕刻的翡翠丝章，你这诚意直接拉满，苏玉阿姨看了绝对满意。行业里没人不认识程月珠宝掌舵夫妻，国内顶尖珠宝巨头，手握大半高端翡翠原石渠道，平时各大行业峰会都难得露面，今天怎么会出现在这场订婚家宴？今天我要跟大家坦白一件事，我不只是咖啡天的服务员，我还是程月珠宝的唯一继承人。程月唯一继承人，难怪之前看他和陆总研究玉石头头是道的，眼光那么厉害。大小姐去咖啡天打工藏身份，这谁能想得到？会玩。家里早几年就安排了商业联姻，逼着我跟不相熟的世家子举相处，我不想后半辈子被生意捆绑，干脆隐姓埋名出来打工，就想找个不看家世、真心待我的人。本来打算一直瞒着，可跟陆燕相处这么久，见过她低调守心，发财也不忘老家的乡亲们，待人从来不分高低贵贱，我想自己也没必要再藏着掖着。这是我爷爷在我成年那天送的礼物，别人拿到这块料只会锁进保险柜收藏，可你懂玉、惜玉，只有交到你手上才能开出最好的雕嵌。这是我给你的回礼。千万级帝王绿原石当回礼，这俩人简直强强联合。巧了，咱们俩倒是半斤八两，互相藏了家底。你不怪我刻意隐瞒身份，谈不上责怪。你当初躲起来，跟我故意只说8000月薪是一个道理，都想找一份不掺利益的真心，我完全理解。服了，你们俩藏的也太深，两大玉石龙头掌权人，从相亲的咖啡点认识，说出去谁信？